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。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老五仁大月饼的做法，可以在家里自己来做。五仁月饼用到的材料比较多，想要做的好吃，不但得真材实料，还得有一个好的配方。今天分享的这个配料是老爷子做了将近有30年了，按照这个方法做出来绝对的好吃，可能尝过之后会颠覆很多朋友对月饼原有的看法。首先来制作五仁的馅料，由于材料比较多，就直接打在屏幕上了。虽然是五仁的月饼但是材料并不固定，像视频里就是用了9种，当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来搭配。但是这个配比是老爷子尝试了这么多年，感觉最好的配比了。那首先呢，就是把这些果仁和坚果全部烤熟，体积差不多大的就一起烤，50克的白芝麻和50克的黑芝麻就混在一起，烤箱预热到上下180度，放在中层，烤到白芝麻微微上色发黄就都熟了。烤好之后就倒在盆子里放凉。接着再把50克的南瓜籽、30克的杏仁片、50克的西瓜籽、50克的葵花籽、30克的松子，这几种都差不多大，就混在一起烤，同样是上下180度，放在烤箱的中层，烤到表面微微上色。烤好之后也倒在盘子里放凉。接下来再把300克的核桃简单的掰碎，也不用掰得太碎，简单的掰几下就行，还是上下180度，烤到表面微微上色。准备的这些坚果要用没有加工过的，到稍微大一点的农贸市场都有卖，不要用超市那种小包装的已经加工过口味的，买生的，这样做月饼的时候咱们自己烤一下，又新鲜又保留了坚果原有的味道。最后把150克的花生烤一下，还是上下180度，烤到花生的表皮微微开裂。花生烤好之后去一下皮，去皮的同时顺便把花生也掰碎。烤这些坚果的时候要多注意观察，视频里看不太出来上色的情况，但是实际操作当中还是很明显能看出来的。只要烤到表皮微微有一点上色发黄就行了。全部处理好之后需要放凉，再进行下步操作。放凉之后再往里面添加几种辅料，也是做老五仁月饼很经典的材料，是50克的绿瓜丁、50克的红瓜丁、50克的橘饼碎、50克的冬瓜糖，冬瓜糖稍微有一点大，需要掰碎之后再放进去。最后2种材料是青红丝各50克，如果不喜欢青红丝的味道可以不放，不过咱自己做建议还是放一点。首先是更有老五仁月饼的味道，而且咱自己做现做现吃，不会放太久，味道不会在月饼里面积压的太重。不过这2种材料得后面再往里添加。接下来再烤上500克的面粉，就是家里做包子馒头最常用的中筋面粉，也是上下180度，放在烤箱的中层，烤到面粉微微上色发黄。视频里不太好分辨实际操作当中还是能看出来的。面粉烤好之后放凉，然后过筛一遍，面粉就不要先往材料里面添加了，单独放在一旁，后面看情况添加。那到这里需要处理的材料就全部完成了。接下来就在调制馅料里面用到的糖浆，一共是这5种材料，全部混在一起搅拌均匀就行了。分别是150克的玉米油、200克的糖浆、50克的桂花酱、5克的碱水、10克的高度白酒，或者是家里有做烘焙用的朗姆酒也行。那做广式月饼，糖浆是非常重要的材料之一。很多朋友也问过怎样自己来制作糖浆，大概是1个月之前就分享过教程了，需要的朋友可以进入我的主页去看一下。那这一步很简单，大概3分钟左右吧，把材料搅拌均匀就可以来调制馅料了。调制馅料首先要把所有的材料全部放凉，然后加入烤熟的面粉。咱是准备了500克的面粉，但是用不了这么多，大概用280克到300克就够了。保守起见可以先加入280克。加入面粉，简单的翻拌，然后就把刚才准备的糖浆再倒进去。加入糖浆也是这样的翻拌，翻拌到里面没有干粉了，糖浆很均匀的粘在坚果上了，用手一攥能成团，轻轻的一捏又散开的状态即可。
那如果是想放青红丝的话，就是在这一步简单的翻拌之后再加入青红丝，是2种各50克，一共100克。最后加入青红丝啊，既有老五仁月饼的味道，吃起来青红丝的味道也不会太重。前2年啊也分享过五仁月饼，很多朋友说月饼有点甜，所以今年做月饼啊就没有放糖。如果是想吃甜一点的，同样在加入青红丝的这一步，可以再加入50克的白砂糖。如果是不添加青红丝或者是白砂糖的话，刚开始保守起见啊，是加入了280克的面粉，感觉翻拌的时候有一点稀，可以适当的再往里添加一点，总共用量也就在280到300克之间。最终啊就翻拌到就像视频里这样，用手一攥能成团即可。如果感觉馅料有点硬，可以再调制一点糖浆加进去，不要往里添加水，不然烤出来的月饼回油之后会变硬。今天咱是要做500克一个的大月饼，这些材料可以做5个，就平均分成5份。那如果是想做小月饼，之前也分享过制作视频，或者是下期视频还会给大家分享一个咸口的五仁月饼，也是老爷子用了多年的配方了，之前还没给大家分享过的，自己调制的馅料可以看一下，满满的都是坚果。那馅料制作好了，接下来制作月饼的皮子，皮子就简单多了。首先准备320克的糖浆，视频里用的这个就是自己做的，正好在罐子里取了有1个月了，现在使用起来效果会非常好。接着在糖浆里加入120克的玉米油，然后把糖浆和油搅拌均匀。先简单的搅拌上1-2分钟，然后加入5克的碱水继续搅拌。碱水可以增加保质期，还能让月饼更好的回油。上个月分享制作糖浆的时候，视频后面也分享了怎样制作碱水。如果是购买糖浆的话，碱水一般都是赠品。搅拌这一步还是挺重要的，一定要搅拌均匀。自己做材料比较少，大概搅拌上3-5分钟就差不多了。如果把握不准，为了保险起见，可以多搅拌上几分钟。搅拌好后，过筛加入440克的面粉，用中筋粉或者是低筋粉都可以。刚才制作馅料的时候用的是熟面粉，但这一步用的是生粉，做的时候不要弄错了。上个月分享制作糖浆的时候，看有的朋友留言说有结块的现象，这2天也研究了一下，应该是熬制的太少了，糖浆还没有转化好，水分就蒸发的差不多了，可以多熬制一点嘛，毕竟糖浆的保质期很长，放到明年或者是后年都可以用。和面的时候就不要太多的去揉，容易起筋，可以像视频里这样简单的翻拌之后，反复的按压把面团和均匀，中途可以配合刮刀清理底部粘住的材料，最终把面团和到没有干粉了就行，然后就盖起来松弛上半个小时左右再来制作。松弛了半个小时，面团就变得比较软了，糖油也能充分的混合，就不容易粘模具了。如果是做的比较多，可以多松弛一会儿。面皮也是平均的分成5份，包上刚才准备的馅料。包的时候啊，可以沾上一层面粉防粘，要注意只在外面沾上面粉就行了，里面就不要沾了。如果里面也沾上了面粉，皮子和馅料就粘不住了，一会儿模具按压的时候，面皮容易粘在模具上。那包月饼的重点就是要包的均匀，按照视频里这个比例的话，皮子会有点薄，馅料占比70%，皮子占比30%吧。包的时候如果发现自己包不了，可以调整一下比例，比如减少一些馅料，或者是多放一点面皮，比如调整到馅料占比60%，皮子占比40%，哪怕调整到各占50%都可以，只要能均匀的包起来就算成功。包上之后再沾上一层面粉，轻轻的按压成饼状，然后放在模具里再按压。
模具啊，网上有很多卖的，视频里用的这种是500克一个的，那种小的基本上是100克一个的，还有80克一个的、50克一个的都是比较常用的。别管多大的，做法都是一样的。这种大的月饼最好是这样反着按压，如果是扣在案板上，很容易按不均匀，这样用手辅助的按压可以让花纹更明显。按压紧实之后扣出来，月饼就做好了。后面就是烘烤了，烘烤也是比较重要的，因为月饼吃是一方面，它还是中秋节很重要的礼物，所以要把月饼做得好看，烘烤这一步挺重要。在按压月饼的时候，表面是撒了很多的面粉的，月饼做好之后要喷上一层水，不然烤出来的月饼表面有一层白面粉会很难看，但是水也不能喷得太多，不然花纹就不明显了。喷上水之后就可以送入烤箱烘烤了，烤箱提前把温度预热好，月饼需要烤2遍，温度就稍后给大家一起说。那趁着烤月饼的时间来调制蛋液，蛋液是给月饼上色用的，配比是3个蛋黄加1个全蛋，这个配比也是老爷子用了好多年的，感觉烤出来的月饼上色很不错。最后加入一点盐，打成蛋液就可以来刷月饼了。那月饼的第一遍就先烤上7、8分钟，烤到表面微微有一点硬就可以取出来了。取出来之后要先放一会儿，最起码得放到不烫手了再刷蛋液，不然太热，蛋液刷上去就都糊了。烤箱这个时候也不用关，就一直加热着。等到放到不烫手了，就刷上一层蛋液。刷蛋液一定要用这种细的毛刷，不要用硅胶的。刷蛋液的时候也不需要太用力，在表面轻轻的蹭几下，只需要薄薄的刷上一层就行。刷太多，花纹就不明显了。那烤箱的温度设定是以80升的烤箱为例，预热到上下230度，放在烤箱的中层先烤7、8分钟，这是烤第一遍。刷上蛋液之后，把温度降到上下210度，还是放在烤箱的中层烤12到15分钟。馅料都是熟的，只需要烤到表面颜色看上去自己满意了就行。较小的烤箱实际温度受热会更高，建议烤箱每小10升温度降低5度。那月饼烤好之后不要立马去拿，最起码得放到不烫手了再从盘子里拿出来，放上几个小时凉透了，要把月饼包起来，放在阴凉处回油几天，月饼就变软了。想中秋节自己做月饼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来制作了。今天的这个配料和做法呢，就是老爷子这30多年总结出来的，能给到大家最好的了。好了，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记得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